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那么，习主席这一次出席活动传达了哪些重要信息呢？习主席出席香港庆祝回归祖国25周年庆祝大会和新一届特区政府的就职典礼，充分显示了习主席心系香港、对香港发展的这个关怀和关心。在这一次这个香港回归庆祝大会上面，习主席将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那这个讲话里面呢，第一是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25年的经验，另外一个呢，将会展望一国两制实践未来的发展。这将是一个一国两制发展的重要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那么整个香港社会呢，都非常關注這個講話的重要內容。領導人對香港會發表一番重要嘅講話，特別係對於未來嗰25年香港嘅走向應該係點樣，一國兩制喺未來嗰25年我哋應該有啲乜嘢嘅期望。我覺得喺呢方面咧，香港人係有相當嘅期待。距离习主席上一次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呢，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那这5年，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香港落地实施了国安法，完善了选举制度，并且呢落实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那回顾中央这一系列的出手，对于香港由治及興有着怎樣的特殊意義呢？我哋所見到嘅就係國家制定咗國安法，令到社會回復平靜，令到社會係重新穩定下來。我覺得有一個穩定嘅社會，我哋至可以去談點樣發展經濟，點樣去改善我哋嘅政治制度。嚟緊嗰5年或者2至10年咧，我哋可以從一個穩定嘅社會環境之下咧，喺經濟方面、喺政治制度方面咧都有所增長。好，我们请教一下穆先生。我们看到最近呢，香港的社会各界，包括香港的街头巷尾，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地区，这个喜庆的气氛已经是越来越浓厚了。您在香港有什么样的观察？这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呢？最近香港很多重要的地标或者一些公共的屋村里面都出现了悬挂我们的5星红旗跟香港特区区旗的这个情况，还有很多一些快闪的活动啊，不同的青年团体啊去拍摄一些视频，去庆祝这个回归25周年。这些活动也是可能随着新媒体的那个发展，比以往的20周年或者更早之前来说，是更多了这一类型的一些小的活动出现。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也意味着一国两制也经历了25年的实践和考验当中呢，也不乏一些挑战。那回顾过去，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了什么？在回归2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香港如何更好地坚持一国两制呢？我觉得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了3个力。第一个呢是战略定力，第二个呢是活力，第3个呢是想象力。国家推动制定香港国安法，并且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让香港重新回到了社会稳定的一个局面。第2点是活力，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国两制为香港创造了很多的发展的这个空间出来。那么比如说10年前或者5年前，很多人都不可能想象，那么在西九龙会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出来。那么未来在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在发展未来的这个国际仲裁中心各方面等等方面4大新兴中心方面，香港都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可以做。可以想象，香港未来一国两制的发展会具有更多的活力出来。距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还有2天时间，香港街头的喜庆气氛越来越浓。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今年香港的公共房屋也挂满了国旗和区旗，喜气洋洋，引来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拍照留念。公共房屋不仅陪伴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成长，更是见证着多年来香港的社会发展与变迁。
公屋居民表示，香港回归后，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对未来安居乐业的生活更有信心。希望年轻人也能心怀国家观念，为社会出力。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临近，喜庆的气氛越来越浓。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香港的街头巷尾已经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从国旗、区旗组成的一片片旗海，到随处可见的巨幅宣传画，或者是庆祝海报，以及巴士车身广告等等，各处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庆贺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最有特色的是，在香港新界，当地居民纷纷架设传统的大型花牌。花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装饰纸扎，只在特别重大喜庆的日子架设，营造出了同庆同乐的氛围。与此同时，多种主题活动从6月开始就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从文艺演出到体育竞技，各种交流分享活动也传递出了香港社会各界庆回归、祭祝福的喜悦。海面摇曳的红帆船，穿街的叮叮电车，海滨长廊的大红灯笼，骄阳下街边花团锦簇，处处洋溢着迎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气氛。中环码头挂满纪念横幅，香港巴士换上红色新装，香港各区成了国旗、区旗与纪念海报的海洋。夜幕降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建筑灯光璀璨，巨型户外屏幕循环播放着庆回归祝福标语，伴随着熟悉的东方之珠乐曲，香港市民也沉醉在纪念日的喜悦之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香港各界还举办了多场活动，不仅有灯光秀、纪念展、花车巡游，还增设了多个方便市民进行拍照留念的打卡点。例如，在香港北角，寓意着扬帆起航、同开新篇的红帆船打卡点，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拍照留念。而家咧，因為內地同埋香港呢邊咧都係啦，即係都一家人咁咧，所以我哋咧都好親密咁樣嘅，係啊，所以每次回歸啊呢啲活動咧，我哋都係即係都會參加表達自己一個心意啊，同埋今年適逢咧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啦，呢個咁大喜慶嘅日子咯，再加上喺維園呢度咧又舉行一個慶典嘅啟動禮，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時刻，咁我留低一個最美好嘅回憶咯，係啦。實際上，香港如今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離不開中央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其中，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發揮了巨大作用。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構想，也是一個開創性的事業。在回歸25週年之際，我覺得它是成功的。我這一屆任期裏邊的5年，我們是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現在看來，這些問題還是好的啊，因為這些問題就讓我們這個更理解這個一國兩制的精神啊，讓香港能重新回到一國兩制的這個正確的軌道。香港特區第6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接受採訪時就表示，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我們在推進一國兩制的成功呢，就是要把香港搞得更成功、更有成就，在整體方面的發展，而且民生方面呢，都達到更高的台階，就是推進一國兩制最關鍵的一個目標。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把一國兩制做好。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2個星期前，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也說過，50年不變就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如果我們做得好，50年不變，50年之後也不用變。實際上，在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區得到長足發展，同時也以香港成績向世界證明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的制度保障。可以讓世界看到呢，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區，在一國兩制上是怎麼創造成績出來。那麼大家都明白，在一國兩制上，
香港的发展长期繁荣稳定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保障。2020年6月30号表决通过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至今正式实施将满2年。回顾这2年，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秉持着有法必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取得了丰盛的成果。国安法下面43条呢，一些我们的权利呢，我们都是有需的时候呢，有权都是用的。这个包括一些搜查的权利啦，还有就是一些在网上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呢，我们也要求他们删除。另外呢，我们也要求一些外国代理人就是要交代一些相关的资料。最后呢，我们也用这个条例呢，就冻结了超过4个亿的港币的一些最近相关的一些财产。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国安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得到这个成果还是非常的丰盛的。我很高兴，最近我出席警方初级警务人员的一个就职的典礼他们已经是虽然仍然用风笛入场，但是已经改了奏唱歌唱祖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纪律部队因为不断的跟国家交流学习他们是走在爱国的最前线。我希望这种风气越来能够在我们的公务员的19万人的团队辐射出去，使我们跟国家越来越融合。从2016年起就担任立法会主席的梁君彦，是香港立法会最资深的议员之一，曾出任过5届立法会议员。对于香港国安法新选举制度顺利实施，梁君彦感慨颇深。在这个爱国者治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坐下来，不同的板块、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劳工也好，我们工商界也好，都能够坐下来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看着我们90个人有90个头脑，这就应该解决比较容易。以前就是有敌人有击人，就是常常就打架，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我看这一届我们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帮政府解决我们深层次的问题。李家超也认为，香港国安法、新选举制度、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为香港开启良政善治新局。这个制度呢，它是给香港一个很好的管理环境，把所有施政的障碍呢都已经处理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做好施政的工作，特别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呢充分的落实了，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去把香港的措施、施政的目标去做好，把以前多年的问题处理好，利用这5年建好一个无忧的环境呢。202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的时候呢，就用互相过河来比喻这个港深要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跨境交流。而事实上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国家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港深过河可以说是成效显著。那陈先生，在您看来，您对这个过河这样一个提法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过河这个比喻呢是非常非常形象的。那么在我看来呢，过河有这么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刚刚设立特区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这个过河呢，主要是港商过河，那么把香港的资金、技术、产品带到深圳，推动深圳的经济发展。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深圳的发展这个积累了一定实力之后，和香港的整个经济实力呢比较持平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这个过河呢，那么更多的这个深圳的创新人士这个企业家过河到香港，那么在香港呢进行融资，通过香港呢走向国际市场。第三个阶段呢是现在这个阶段，
两地的科技资源进行一个嫁接。那么香港的这个创新的科技研发，那么进入到深圳，在深圳进行孵化转化为商品投放到这个全球市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深圳这方面的这个科创的投资呢，跟香港的这个科技人员进行结合，支持香港的科技人员呢开发新的产品，这样的一个双向的过河，推动了深港在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里面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好，请教一下穆先生，您常年从事香港的这个教育工作，您对过河这样一个提法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我觉得，两地之间的交流可以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当中，可以变得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教育这方面。香港我们刚刚教育局通过了把这个DSE 这个文凭试可以在内地设立考场，其实就是把香港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特质，把我们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考试制度引入到大湾区当中，可以方便更多的内地的学子透过这个公开的考试，可以得到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方式，去到别的地方可以继续去进修或者深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方面，其实在疫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原港的一个资源，包括在这个深圳跟香港这个接边境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河套区域建立了一个方舱医院，这也是深圳帮助香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发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了跨境双城3圈发展空间构想。北部都会区对于粤港大湾区建设以及畅通这个国际循环提供了哪些机遇呢？陈先生，北部都会区规划的出台是香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城市发展规划里面的一个重大突破，整个发展模式里面会形成一个整个香港重新经济腾飞、社会发展、提供就业的一个新载体的这样的模式。而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呢，更重要的问题是，它跟深圳的这个发展呢进行了无缝衔接，特别是跟深圳的口岸经济带形成了一个密切的连接。那么可以想象，在整个深圳河两岸会形成一个创科领域加速发展，两岸民众生活这个互相融合的一个新的境界。其实现在无论是对于香港人来讲，还是深圳人来讲，他们都有一个这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大湾区人。那陈先生，您觉得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建设当中，香港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香港扮演着整个大湾区的这个推动者的一个角色。那么香港呢，它处在一个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交接点。那么这个方面呢，香港可以提供金融中心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香港可以提供着国际人才进入大湾区的入口的这么一个角色。香港可以提供着整个内地商品进入国际流通领域的一个出口的角色，同时也可以扮演着国际的这个一流的产品进入内地市场的一个出口的一个角色。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香港呢，在整个大湾区建设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融入大湾区发展生活的这样一个角色，不仅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角色。國家嘅規劃希望特區咧成為大灣區嘅金融中心同埋呢個創科中心。喺呢方面咧，我覺得絕對香港係應該同大灣區其他嘅大大小小嘅城市咧係作出即係互補不足嘅作用。我哋有呢個大灣區嘅支持同埋配合咧，我相信特區嘅發展咧會係相當好嘅。2022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3年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 GDP 达到12.63万亿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11.2%。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有望在2022年达到14.76万亿元，超越东京湾区，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1的湾区。
其实啊，早在2020年10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林郑月娥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就提出，深港要相互过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跨过深圳河，筑梦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深港两地从同根同源到同湾同梦，如何相互赋能、携手发展？未来还会上演怎样精彩的过河记？共同绘就“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同心圆呢？一起来洞察关键。上世纪70年代末，南粤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79年初，24岁的梁振英就已经与香港一些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城市规划师等一起来到深圳，为刚开始酝酿的深圳经济特区传经送宝。作为一名测量师，他以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身份，连续8年义务为深圳的拓荒者介绍香港的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并直接参与蛇口工业区和深圳的城市规划。深圳市政府向我们提出说，这个人口指标呢30万，我们还开展了一场辩论吧。我们觉得你哪来30万人住在深圳？但是好歹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指标来做规划。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罗湖边防站，工作人员为他填写回乡介绍书时，还因没有听说过测量师这一职业而填上了工人。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专业人士帮助深圳完成了第一批城市规划图。几乎与梁振英同期过河的，还有香港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1976年，唐英年从美国毕业回到香港，2年后，他在内地的第一家工厂就在深圳开张了。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唐英年在内地的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光是在深圳开办的制衣厂就有几10家，完全感觉到了从一个第一世界走进一个第3世界的地方，很落后。在我工厂的面前呢，是一个黄泥路，整条路呢根本是黄泥来的。其实当时的黄泥路是很多老深港人共同的记忆。位于龙岗区的南岭村，在当时就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嫁进来的贫困村，因为道路坑洼泥泞，环境脏乱，这里还曾被当地人称为鸭屎围。南岭村原村委书记张伟基为此焦虑得每晚失眠。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改革开放的惊天春雷送来了及时雨。1985年，香港厂商纷纷北上，利用低地价、低工资、高优惠的政策条件，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到深圳，把设计、管理、营销等功能留在香港，形成香港前店、深圳后厂的共赢局面。因此，深圳制造业一时傲然全国，享誉国际。抓住机遇的南岭村也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飞跃，之后又完成从工业经济到全面发展的转型升级。当年的鸭屎围终于蜕变为远近闻名的岭南第一村。2020年10月的新闻联播还曾报道过深圳南岭村40年发展成果，人均分配从100元增长到16万元，村集体资产从7000元增长到固定资产35亿元。经过40多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仅有3万人的边陲小渔村一跃成为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并以其闻名于世界的深圳速度实现了大跨步的发展，让香港同胞也让世界不斷刷新對於這片改革開放試驗田嘅認知。其實就係過去嗰20幾年咧，我都係不斷有去深圳。呢個再講得早啲啦。80年代嘅時候，我嗰陣時嘅第一份工作咧，就係響香港嘅元朗工作。咁我嗰陣時喺元朗，我仲記得我喺個元朗嘅一個山頭望過去深圳河對面咧，嗰陣時最高嘅樓咧係唔過3層。可以話呢，依咁多年入邊，我哋睇住深圳由一個一無所有嘅一個農村，發展到今日成為即係全世界嘅大家都好敬仰嘅一個係大城市。我們說一個笑話啊，帶外國的朋友到香港來，然後讓他去看新界的一些地方，然後帶他上到這個落馬洲的小丘那裡看，問他哪一邊你覺得是香港？
那一看呢，他们的感觉就是应该深圳那边才是香港，而不是香港这边。香港这边都是乡村，而深圳那边呢，高楼大厦，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就是在深圳河边呢。我想我们对于深圳的这个发展呢，是应该怎么说呢？一方面是很高兴啊，看见我们的这个一个友好的城市走得这么快啊，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惭愧。而香港与祖国历经100年分隔，同胞之间要消弭误解，真正实现心理过河，也离不开这些民间团体的穿针引线。香港深圳社团总会的第2任会长梁满林有空的时候就经常回到家乡光明，他尤其喜欢到回归亭公园走一走。来到回归亭，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回归，一个小的回归。大的回归已经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了，小的回归就是人性的回归，就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做的。其实，对于这些最初的过河者来说，初心都源于他们对祖国、对于故乡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眷恋。也正因为如此，对他们而言，最暖心的回馈莫过于亲眼看到故乡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原来过河是带动发展，现在过河则是谋求发展。在新时代，随着深港间跨越深圳河越来越多的交流、交往、交融，深港同城已经成为高频词。2倍于常人的语速，根据后台反馈信息的动态调整，前后端的紧密配合，在这个小小隔间里，带货主播正在向手机屏幕那端看不见的客人进行一场推销，而这样火热的场景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这里就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海船大厦基地。从基地出发，乘车前往深圳湾口岸，再经跨海大桥抵达香港，全程不超过1小时。而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就是陈宇峰，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是香港最早一批網紅。他在自己最當紅的2013年宣布隱退，隨後他回到自己的祖籍地深圳創業。我覺得香港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地方嚟，香港人佢習慣佢成長、生活、工作就喺呢個區域。佢好少離開嘅。當佢嘅時間慢慢虛耗，佢機會越嚟越少嘅時候咧，佢就好中意去怪唔同嘅嘢嘅，怪政府啊，怪即係乜都怪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香港人普遍有一個傳統嘅特質喺度。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呢件事要點樣解決嘅，我覺得首先當然香港青年工作係要繼續做啦，但係另一樣嘢我哋要做嘅就係、我哋點樣繼續利用我哋傳統嘅中華文化、我哋嘅底蘊、我哋嘅文化自信，去對外去講一個全新嘅中國故事，先係我哋最迫切要做嘅一件事情咯。實際上，創新和科技一直是深港相互過河的一大重點。香港在科研、金融、國際化、服務業上具有強勁優勢。而深圳是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佈局最密集的城市，科技成果轉化實力雄厚。河套深圳科技創新合作區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特色平台。如今，深圳園區已引進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5所高校的10個優質科研項目，實質推進和落地高端科研項目逾140個。而在深圳河對岸，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設也正如火如荼的推進，預計於2024至2027年間分階段落成，屆時將成為香港最大的科技創新園區。我們的河套已經在深圳方面也好，香港方面也好，也建了一個科技園。那麼這個河套的兩方的科技園呢，都是可以在推進我們在創科方面的很多領域的一些推展工作的，很多可以先行先試啊，或者是打破很多慣例的一些試點。香港特區第5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份施政綱要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構想，計劃用20年時間，在香港形成南金融、北科創的雙中心發展格局，以科創加深與大灣區的協同發展，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跟深圳是比鄰，是好兄弟。我常常形容香港跟深圳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
我们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在一条深圳河两岸的两个城市，真的是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啊！而且这个双城的故事会随着国家的发展，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的这个演变，所以它不是固定在某一个这个状态的。除此以外，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为粤港澳合作以及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新的平台载体。其中，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为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擘画了崭新前景。根据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为进一步推进深港合作带来更多空间。目前，前海吸引了港交所、汇丰、恒生、东亚、嘉里、周大福等一批知名港企落户，為港人港企拓展了發展空間。我其實係深圳人嚟嘅，但係我係喺香港出世啦。我嘅事業開始嘅時候，我係做投資銀行，咁我正有一個機會就係其實係97年開始啦嚇，香港回歸嗰年我入行，咁其實睇到其實成個金融市場嘅一個起飛，包括好多內地嘅企業、國企、民營企業都嚟香港集資。咁我係一個小伙子，但係當時候可以幫到好多企業其實籌劃佢哋嘅上市，咁其實令到我睇到新嘅中國。2019年，中手游在港股上市。作为美股回归港股的先锋，中手游的选择固然有企业对发展的考量，但更多的是对香港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投出的信任票，是对祖国繁荣发展始终为香港提供坚实后盾的准确判断。这次资本运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手游创始人冼汉迪。1年后，2020年，冼汉迪带领他和内地合伙人早前成立的国宏嘉信资本，与深圳市天使母基金、福田区引导基金、中手游共同发起设立天使创业基金，专门围绕深港青年创业项目进行布局，帮助他们在深落地成长。我们是很希望看到下一代的香港的企業家在深圳可以找到他們的天地。咁我哋作為霍家第3代啦，都好希望一路咧去參與同埋去支持青年工作，所以我哋希望下一步咧，希望可以係俾到更多香港年輕人一個上流嘅機會，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咧，可以去融入我哋國家發展大局。如今越来越多的这个香港青年到深圳创业就业，那这个陈先生您是常驻深圳，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吸引到这些香港青年？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是深圳的一种包容的文化。那么来的就是深圳人，这样的一种这个包容，各个地方的民众，包容各地移民的这样的文化呢，让香港青年来到深圳会觉得很舒服，没有任何的隔阂感。那么第二点呢，是深圳呢，它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它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充满了挑战，也让香港年轻人呢觉得在深圳发展有机会、有前途有未来。那么第3点，我想呢，这个整个深圳，更重要的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深圳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创新文化深圳积聚了这个海归和全国的各地的人才，令深圳呢，你可以碰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机会，也可以看到也可以享受到更加丰富的这个人文文化、音乐、艺术博物馆各方面的这个东西呢，都让你感受到整个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气息。2021年3月31号，深圳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圳学习、就业、创业、生活这4个方面提出了18条措施。陈先生，您怎么来看这18条？您觉得这18条出台了之后，您在深圳的这个生活跟工作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港澳18条在整个港澳同胞里面，特别港澳青年人里面呢，特别受欢迎。它为这个港澳青年融入深圳的生活呢，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比如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我们的
居住证。那么达到居住证呢，我们乘地铁，我们开设银行账户，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这个都可以获得跟深圳人一样的这样的待遇，或者这样的便利，啊，这是以前所没有的。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他鼓励啊，这个给这个港澳青年在这边呢，除了生活方面的这个便利之外呢，还鼓励在深圳的各种发展，为港澳青年在这边提供包括税务方面的优惠，啊，这样的一个待遇呢，会鼓励更多的港澳青年呢到深圳来创业。那么某种意义上呢，现在港人回到深圳呢，会感觉到跟在香港生活呢没有太大的差异，啊，跟深圳人在深圳的生活呢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如同回到家里面一样。在2019年之后，国际社会一度对香港治理和金融地位产生过质疑。不过呢，在今年5月20号，标普确认香港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仍然为 AA+，那长期的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我们应该如何增强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信心呢？香港是中国内地的内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的交接点，这样的一个地缘经济的位置，会必然吸引国际资本持续的看好香港，投资香港，从香港享受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红利。那么同时呢，促进香港自己本身的发展。我觉得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只要恢复稳定，然后在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去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的话，香港肯定的未来会发展得更好。粤语里有个说法叫“塘水滚塘鱼”，意思是说一个鱼塘就那几方水，来来去去就那几条鱼，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的。但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方天地无限可能正在精彩上演。随着港澳居民各项市民待遇的全面落实，越来越多的港澳有志青年纷纷在湾区内创业就业，也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当中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满满的获得感。而深圳一直以来多措并举，支持港澳居民再深发展。今年5月，由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发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港澳青年就业首选城市就是深圳。港澳居民在内地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一起来看短片。为吸引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广东省全面取消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审批。截至目前，在粤纳入就业登记管理的港澳居民超过8.51万人，而深圳也尽己所能，在2021年3月31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再深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便利港澳居民再深学习、就业、创业、生活4方面提出了18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再深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服务等方面的扶持，实现港澳居民享有市民待遇。近500天来，深圳各区各部门已经至少制定了99项配套措施。2021年，超过1000名香港青年通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来到湾区城市工作，其中深圳有689名，占到总数的60%以上。而港澳专业人士在深圳也获得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底，69位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办理职业登记，326名香港建筑规划专业人士办理职业备案，认定首批37名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顾问医生为主任医师，破解香港医生职称难题。数据显示，去年广东向港澳籍应届毕业生提供了超9000个事业单位岗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研究推进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2020年12月，深圳市在服务双区建设专项招录公务员考试中，首次设置5个定向港澳选拔职位，涉及行政、金融、城市规划、涉外人员管理、医疗监管等方面，共吸引446名港澳籍人士报名。最终经过3轮招考，深圳累计招录了10名港澳籍公务员。这位正在上课的老师名叫黄小磊，他是深圳第2位被事业单位编制内岗位聘用的香港青年。
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就是梦想吧，就是当教师。然后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事业单位面向港澳人士招聘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我是打算去机构或者是去一些国际学校当教师的。正是由于政策的支持，让黄小磊可以和内地居民一样，无差别地参加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让梦想在湾区开花。除了政府部门的扶持政策，深圳企業也紛紛向港澳青年伸出橄欖枝。Hello， 大家好，我係 Michelle。睇下我身邊有咁多企鵝公仔，應該估到我喺邊度啦。係啦，我就係喺鵝廠，騰訊而家返緊工。歡迎大家嚟到大灣區，同我哋一齊探索更加大嘅世界。梁燕婷喜欢拍摄小视频，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香港青年了解在深圳的真实生活。会觉得深18条对于港澳台青年来说都是十分的友好，深圳很欢迎港澳青年来这里发展。在深创业就业离不开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Hello， 歡迎嚟到深圳嘅屋企啊！呢個係我哋而家我住緊嘅地方啦，咁就2房1廳。蔡有祥2020年6月從香港來到深圳，目前是一名新媒體人。今年4月正式揭牌的萬科深南廣場港澳青年驛站，是他在深圳的家。作為深圳首家港澳青年驛站，首批面向港澳青年開放的20套人才安居房，租金只需市場價的6折，現已滿員。香港嚟講，我哋算係夢想中嘅豪宅嚟㗎。我喺香港嘅時候係35平，我的高峰時間係住咗6個人。其實出來深圳時，蔡有祥也體驗過找房難，地理位置不熟悉，辦事章程不了解，手頭資金不充裕。蔡有祥遇到的問題，也是很多港澳青年的共同難題。不過，關於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發展的若干措施，讓獨在異鄉的港澳青年不再感到是異客。措施明確提出，統籌安排一定的人才住房房源，定向配租給經有關部門認可的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運營機構，解決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人才的住房困難問題。而蔡有祥入駐的港澳青年驛站，正是深圳團市委和市人才安居集團響應便利港澳居民18條，聯合深圳多家企業共同建立的。1年多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中心已經協助約30位港澳青年入住到深圳的人才房。除了住房，在社會保障、基本醫療、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等方面，深圳2020年起推動在深港澳居民享有市民待遇，將在深就業或居住的港澳居民納入了社保制度覆蓋範圍。自2021年12月2號起，符合條件的香港居民可在中銀香港指定網點申請靈活就業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登記業務，在家門口便可暢享優質、高效、便利的深圳社保服務。截至2022年5月，在深圳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港澳居民近4萬，參加醫保的港澳居民近7萬人。不僅如此，讓在深港澳居民感到暖心的，還有一個個街道和社區港人聯誼會、港人服務中心提供的細微周到的服務。此外，為便利港澳子弟在深學習，若干措施保障符合就讀條件的港澳學生在深接受教育，並推動深港職業教育合作，強化深港澳學校間雙向交流，高質量辦好港澳子弟學校等。目前，深圳共有2所港人子弟學校，11所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深圳舉辦的手牽手向前走深港澳青少年攜手成長計劃等交流活動，增進港澳青少年對國情國策的了解，增強對祖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無論是辦學超過20年的羅湖港人子弟學校，還是成立1年的深圳香港培教書院龍華信義學校，都在深圳這片廣闊土地上落地生根，讓來自港澳的學子們茁壯成長。這也讓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活工作的香港民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通過深港民生融通、人文交流，粵港澳大灣區正煥發出更強大活力。